这里就是连俄罗斯总统普京都不远万里要来看上一眼的中国嵩山少林寺，也是外国人对中国最神秘的地方之一。很多人都只是在电视上看过少林寺，但是真实的少林寺里面究竟有什么却不知道。你见过真正的18铜人吗？你见过江湖上流传已久的易筋经到底长什么样吗？今天跟着阿波走进少林寺，能够让你看上真实的易筋经。走吧。少林寺始建于公元的495年，距今已有1528年的历史了。因为坐落在嵩山少室山腹地茂密的丛林当中，所以被称为少林寺。在中国有北少林、天津少林寺、南少林、福建少林寺，而这里则被称为少林正宗，因为这里是禅宗的主题。少林秘籍，都说天下武功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不来到少林寺呀，你还真不知道，原来少林寺的功夫果然就是真的。看看我边上的这棵银杏树，它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你看看它的中间有很多窟窿，这些窟窿呢都是当时少林寺的武生们在练1指禅、2指禅的时候，用自个的手指头深深戳出来的。现在高僧不练了，反而来到少林寺的游客都想尝试一下，想瞧瞧自个的手指到底能不能练得成1指禅。那么少林寺里面究竟有没有易筋经呢？走，我带你们去看一看真实的易筋经到底长什么样。走吧，这就是江湖上流传已久的少林寺的易筋经。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做的那个瑜伽，呼哈，对不对？其实呢，这个易筋经据说是当年禅宗祖师达摩所创。那么修炼这样的功夫，需要在人少寂静的环境之下，将人体气3者合一，并且呢需要坚持的练习，就能够达到强身健体。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啊，赶紧点击收藏起来，回家慢慢的练。这里呢就是少林寺方丈平时居住跟接待宾客的地方了。看见没有？匾额上写了2个字“方丈”。什么叫方丈？很多人可能都理解错了。其实方丈这个词最早呢是来源于我们中国的道教，在道经中有说，方丈乃人天教主，度世宗师，演龙门之正法，称苦海之慈航，做全真之模范，律门之纲领，非有道之师不可立也。在《庄子天下篇》陈玄英书方道也，大丈礼记本命说丈长也，加在一起，也就是对有道长辈的尊称，简称为方丈。明白了吧？我们都在电视上看过，少林寺的僧人一般在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都是单手，施主有礼了。那么有一些地方呢也会有双手合十。为什么会有单手？来看看这几个字，你就明白了。立雪亭，这可不是你们平时以为的城门立雪。那么这个立雪亭里面有个故事。当年呢，据说达摩祖师从古印度来到少林寺弘法。那么神光大师呢多次请求拜达摩祖师为师，但达摩祖师一开始呢不同意。神光呢就在达摩祖师住的这间屋子前面双膝下跪，跪了起来。不想呢天降大雪，直到天亮以后呢，达摩祖师开门看见这个大雪都已经漫到了神光的膝盖的位置，就劝他，你还是回去吧，我是不可能收你为徒的。但是神光大师呢也没有轻易就放弃。达摩祖师紧接着又说，让我收你为徒也可以，除非天降红雪，那我就可以答应收你为徒。这个时候呢，神光大师二话不说，拿起刀对自己的胳膊就一刀砍下去，断了一只臂膀。然后呢，拿着这个断的臂膀在雪地当中行走，这样子白雪呢就被染成了红色。所以说红雪出现，达摩祖师被他的这种行为所感动，于是呢就把袈裟和衣钵传给了当时的神光，并且赐名叫慧可，也就是后来我们禅宗第2代祖师。由于慧可禅师呢他求法断臂，断了自己的一条胳膊，为了纪念他的这种决心，所以后来少林寺的很多的僧众呢都是单手迎客，并且一直沿袭到现在的今天。这口小锅看到没有啊？据说这就是当年少林寺的僧人炒菜用的锅，重达1300多斤。为什么说这是一口小锅呢？因为少林寺在僧人最多的时候，炒菜的锅据说比这个还要大3到4倍。
没有练过几年的功夫啊，我估计你连那个锅铲你肯定都翻不动。但是少林寺炒菜可不像我们普通人这样子用锅铲翻来翻去，人家采用的是什么？倒挂金钩，将人呢吊在这个横梁上，脚朝上，头朝下，一边练功一边炒菜。那有人说这少林寺的大锅到底都去了哪了呢？据说当年我们国内在大炼钢铁的时候，很多的锅都被拉去炼钢了。那么这口锅是被当时的师傅埋在地下，所以才有幸被保存了下来。来到少林寺呀，转了半天也没有见到18铜人究竟在哪。但是根据少林寺的传说，18铜人真正的来历啊，它应该呢是起源于唐朝的18棍僧救唐王的传说。当然呢，也有人说啊是13棍僧，具体的说法已经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在隋朝末年的时候，群伐争夺天下，那么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身陷险境，据说呢被王世充啊陷害，并且被他的部属追杀。逃亡途中呢得到了少林寺的武僧的协助，终于逃出升天。后来呢，李世民就登基当上了皇帝。之后呢，为了褒奖这些少林寺曾经匡扶天下的事迹，而铸造了以18个武僧为原型的铜人，这应该就是真正的18铜人的来历了。但是18铜人应该是没有武侠小说里面说的这么神话，对不对？所以说18铜人到底是真是假，你们觉得呢？关注阿波，下期视频带你们走进洛阳的龙门石窟。